家好，我是龟龟。今天呢，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呢，我以前做过的2家邮轮公司，一家呢就是 AIDA， 还有一家呢就是 MSC， 也就是地中海邮轮吧。这2家公司啊，或者说这2家邮轮呢，都是欧洲呢超火的邮轮品牌。一个呢是来自德国的 AIDA， 另外一个呢是来自意大利的 MSC。他们的风格呢完全不一样，一个呢偏清新自然，一个呢则是奢华优雅。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到底哪一个更适合你。今天呢，我们就来一场，就是从我的角度来一个海上对决。好，那我们今天呢讲第一部分整体印象啊。如果你喜欢轻松的、阳光的、家庭式的氛围，AIDA 呢会是你的菜。但是呢，如果你追求比较时尚、一点高大上的、高级感的，还有一点点意大利式的浪漫，那么呢 MSC 呢更有海上大牌的感觉。我们呢先聊一聊AIDA 邮轮，它是一个德式的阳光派的邮轮。AIDA 呢是一个德国人的骄傲的品牌，他们的标志呢就是那一张大大的笑脸在船头，整艘船的感觉就是很轻松、很开放、很无拘无束的。首先呢，我们谈一下它的优点之一。他们的氛围很轻松，非常的接地气。在AIDA上呢，大家呢都会穿的相对而言比较休闲一点，几乎呢没有正装。工作人员呢相对而言呢也比较友好，没有那种奢华的距离感。很多呢德国家庭情侣都会带孩子一起去，感觉呢整艘船呢就像一个海上度假村。我个人的感觉呢，如果有孩子的话，就特别适合AIDA， 因为呢AIDA上面呢有很多适合孩子玩的地方。例如啊，它竟然有给小朋友的专门的就是地方，可以冲奶粉啊，有吃食啊，有罐头在里面，而且是免费提供的。它这个呢就是非常特别，在 MSC 上呢是没有这个待遇的。而且呢，就是它还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海上的玻璃的那种滑梯，特别引诱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玩这个东西。好，第二个呢就是优点就是呢，它的美食多样又健康，它有各种各样的餐厅。AIDA 的自助餐厅呢很多，有传统的德式餐，还有亚洲餐，还有地中海餐，还有那种素食餐。而且呢，他们竟然提供土耳其肉饼，非常好吃。还有很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餐点都包括在了你订餐的价格里面。它不像呢地中海式的那个邮轮，很多餐厅呢它都不包括在那个订的价格里面，你需要另外付费。特别是酒水，你更要自己付费了，对吧？我们来说一下，就是 AIDA 的自助餐，它的自助餐有好几个餐厅。特别的是呢，它一般就是基础的啊，像这种茶呀、水呀，一般的饮料，像可乐啊这种雪碧啊这种东西，它都包括在里面了。但是呢，就是 MSC 呢，它里面不是这样，它只包括了咖啡、水和茶。像一种饮料，像这种气泡水啊，像这种可乐啊、雪碧啊，你是需要另外付费的。所以说，它总体来说，它很多东西它没有包括在里面。在餐厅里面，它即使是自助餐，最普通的自助餐，它里面也不包括了饮料。就是饮料你是另外要付费的。好，AIDA 的第3点啊，性价比超高，就是相对其他欧洲的邮轮，AIDA的价格呢相对而言比较亲民，但是啊，跟 MSC 比起来，它一般情况下会比 MSC 价格要高。
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他把就是说很多饮料包括在自助餐里面了，像这种酒水，普通的啤酒这些东西，它都包括在里面了。但是 MSC 呢没有这些东西，所以说呢，相对而言，就是说阿依达的价格会比 MSC 的价格要高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把就是说如果你不喝这种气泡水啊，不喝这种苏打饮料啊，那么 MSC 可能是更便宜一些，对吧？因为你价格上你定的时候 MSC 的价格呢会便宜很多。有一次呢，我们定了在暑假竟然定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价格。相对而言，阿依达在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秋假、春假这些假期的时候，孩子的假期的价格呢就非常贵，所以说 MSC 的价格呢就更低一点。但是就是说，因为小朋友，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小朋友们他一般都想喝饮料，如果说你全程不让他喝饮料，可能性也不太大。所以说呢，他吃饭的时候早餐、晚餐、中餐，你只让他喝水，这个对他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所以你要把他喝的这个饮料的价格呢，给他包含进去。所以总体来说呢，阿依达的价格呢，可能就不一定会比 MSC 高了。而且呢，MSC 呢还有一个小费的问题。虽然它的价格比较低，但它还有一个另外的小费，并没有包括在这个总体价格里面，你需要另付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你要把这些价格全部加起来，那可能呢 MSC 就不一定比阿依达便宜了。好，那么我们谈了阿依达的3个优点，对吧？那么我们现在呢谈一谈它的缺点。缺点呢就是说阿依达上几乎全部是德语，它的广播啊、菜单呢基本都是以德语为主，虽然有英文选项，但是呢对英文不太好的旅客来说呢有一点点吃力。第二个缺点呢，可能就是既是缺点又是优点了，就是说它的娱乐节目呢都偏向家庭化，不能说所有，大部分上的活动晚上啊都是给家庭啊或者是孩子准备的，也有成人的，相对而言呢就会比 MSC 上少一点。而且呢，阿依达上的节目给我个人的感觉，它比较新颖，它不是那种欧派的，就是很少有这种马戏团的感觉，像那种欧派老式风的歌剧的这种感觉，它一般都是很多就是很新颖的，竟然是电子化的，非常特别的一种新颖方式出现在大家的眼前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要一点成人派对感，或者是像那种欧风啊，很古典的，像大上海的那种华丽秀场的感觉，那可能 MSC 呢更适合你，特别它晚上的秀啊。那么现在呢，再谈谈 MSC， 它呢是一种非常时尚的感觉，优雅，仪式感满满。它的进场啊，有时候就说你进去以后，你就感觉它很高大上，它就用水晶装饰了这个船体，感觉就非常的富丽堂皇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你到了宫殿一样那种感觉。也就是说，第一个优点就是说它的设计感比较强，对吧？它有那种很多的呢喷泉广场啊，或者是玻璃的那种很大很大的就是个玻璃的柱子，还有那种 LED 的天幕，就是在整体上，在那个船舱的最上面，它会给你开 party， 然后有很大的那种超级的屏幕，你可以看到有点感觉就好像是在海上狂购物中心那种感觉。然后第二个优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它的表演和物乐比较好，因为它呢就是说它晚间的秀呢就很高大上的感觉，就是说它有舞蹈啊、杂技啊、歌剧啊，它就各种风格应有尽有。它有的时候呢好像还有跟一些马戏团特别合作表演，那就感觉是一场视觉盛宴。
不像阿依达的非常的电子化的那种感觉，就是它用很多就是感觉是阿依达上面就很多就是像就是电脑化的那种感觉啊，非常新颖。那个 MSC 呢就特别传统的感觉，就好像是大上海的感觉。第三个优点呢，可能就是你说的，很多人的感觉就是多语言国际化，因为它的游客呢来自全世界，它有英语、有意大利、有法语，有西班牙语，对亚洲旅客来说呢，沟通更方便一点。而且有一个感觉，我个人感觉就是它这里面的，工作人员普遍比较热情一点、火辣一点、奔放一点，特别就像跳舞、跳松巴一样，他的感觉人呢更感觉比阿依达上的工作人员更有活力的感觉，就更能体现意大利人那种奔放热情的感觉。而且这下面的工作人员感觉都相对而言比阿依达上更爱聊天的那种感觉啊。好，现在呢，那我们再谈谈 MSC 我个人觉得的那个缺点。第一个呢，他就感觉就是人比较多，排队比较多，而且他的就是在餐厅里啊，而且经常呢自助餐的高峰期呢你要提前去，有时候呢等个电梯都要等个半天的那种感觉。而且他自助餐里的我个人的感觉就是品种比较少，没有阿依达的多，大部分都是意大利面，还有比萨，特别是晚上有时候提供夜宵的那一顿，那就更少了，几乎就是比萨跟意大利面，只有这两样选择了。别的东西呢，它也有，还有很多就是说点餐的餐厅，我上一次的感觉就是它的菜可能是从别的地方运输过来的，或者说从路上有一段距离，拿到手的时候菜温已经跟不上去了，有点凉，所以说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在那个点餐餐厅上面啊。第二个缺点呢，就是它的额外收费特别多，它看起来你订的时候价格比较低，但是呢，如果你把它的饮料呀，它还有很多特别的表演位置，如果你想坐在前面或者怎么样，你都需要另外加钱的。还有那种就是说各个餐厅啊，就是说很多地方你想进去玩的话，你都要另外加钱，它并不包括在那个你订的船费里面。这个跟阿依达不一样，阿依达它就是你订了多少钱，一般就是这个钱，然后你上面吃的喝的大部分都就所有的项目都包括在里面了，除非你要到点餐餐厅，它里面的饮料是另外算的，其余的几乎全部在里面了。但是 MSC 完全不一样，它有很多很多的各个地方，你要想进去，还有很多餐厅你都是要另外付费的，它跟你订船票的那个套餐是完全不在里面的，所以说有很多地方你是进不去的。第三个缺点呢，就是说我感觉啊，就是 MSC 它的服务不是特别稳定，有时候呢服务员呢特别热情，有时候呢好像又比较冷淡，而且呢他对孩子的就是照顾程度没有在阿依达上面的那么够细心够体贴，他没有24小时的孩子的就是说那种特别的餐厅，他阿依达上面有一个专门给小朋友晚上你可以24小时去冲热牛奶呀，给那非常小的朋友啊，就是那种辅食啊，它都提供在里面的，你可以24小时可以就是去免费的自己去冲热牛奶，吃孩子的辅食，所以说体验感非常好。好，这是我个人的选择啊。如果是家庭出游，第一次坐游轮，我可能会选阿依达。
因为呢比较轻松，比较好上手，孩子呢和老人都玩得开心。你这个价格呢，你已经定死了，大家都知道花这么多钱，对吧？如果是 MSC 呢，你心里就可能没有底，因为你不知道，因为小孩子看到新鲜的东西，他想去玩，或者是说他想喝饮料，小朋友嘛，他一喝起来，你也不好意思说，因为毕竟是度假，他喝个几杯，一天多喝一些杯，那么费用就会加很多，而且特别是它 MSC 上有各种各样的体验馆。很多东西都要另外加钱的，那小朋友想去体验一下，毕竟在度假嘛，你这又不让他体验，那又不让他去干，那感觉上就很不太好，对吧？但是呢，如果是情侣旅游，或者说你想来拍一场大片，或者说你想来一次非常有仪式感的度假，那 MSC 呢可能更适合有海上浪漫大片的感觉。你穿上小礼服，看一场舞台秀，照一些很高大上的照片，对吧？喝一点香槟，看看夕阳，真的很梦幻。好，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心得和个人的感觉啊。所以说呢，阿依达呢更像呢海滩上的朋友 ，MSC 呢更像优雅浪漫的恋人，主要是看你想要哪种海上关系了，或者是说你看你希望就是说来一场什么样的旅行了。今天呢我也就聊到这了，以后呢我可能会再做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影片。如果你也坐过这2家的邮轮，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的感受。别忘记了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我是你的龟龟，我们下次再见，拜拜。